上，回首间，风雨茫茫。上演战狼，万里独行，把剑荒浪，踏破轮回，傲视战场，战役历练，不负山河雄壮。万里独行，把剑荒浪，踏破轮回，傲视战场，战役历练，不负山河雄壮。万里独行，把剑荒浪，踏破轮回，傲视战场，战役历练，不负山河雄壮。你也是明月武神了吧？如此契机，再不能成就明月武神，说不过去。我如今可是8357颗星的明月武神，你说说你几颗星了？我正好比你多一颗。好妹妹，你就认命吧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1颗星而已。你看清楚了。不错啊，你终于拥有可以与我的太阴王冠对抗的宝物了。我还修炼出了我族独有的星月神力，自此我可是双神力了。看来这10天你果然进展惊人呢，恭喜恭喜！不过我也没闲着，我距离点亮第1盏命火不远喽。来来来，我们打一架，看看谁输谁赢。打就打，你一定还是我的好妹妹。他的神道谷深度觉醒了。太阳武神，他终于还是达到了这一步。银虎王之下，他真的无敌了。不，还有一个。那里有谁？地神一，他如今应该也是太阳武神了。若是走出封印，可能会是银虎王头号对手。妖无谷的神道谷不见得能压制他。地神族少尊，我听叶夭夭提过，他是1000年前10大天才中名副其实的首位，天生剑心通明。他的确很强，但是曾经再是无敌，今朝都注定要落在银虎王之后。该动手了。我也是明月武神，且点亮3盏命火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挡不住我的。哼，明月武神也有强弱之别，强者恒强，弱者恒弱。你超越了级上级，玄武为一，混元武神。混元武神，黄金武神境中至强存在，玄武世界古今唯一。那你还敢对我有杀意？万载诅咒被破，方才创造唯一的混元武神。可是，我有感觉，你只是一个靶子，所有太阳武神的靶子。若是有太阳武神能将你斩杀，将可获得你的武道之果，成为新的混元武神。哼，我也有直觉，太阳武神是我突破的机缘。不过，一个太阳武神不够，需要你们所有的太阳武神联手向我发起挑战，这样我才能进一步明悟。我有神道谷，非一般太阳武神，我一人足矣。我为太阳武神，当战混元武神，这一战必须由我来。
这是武道境界诅咒被破引起的反扑。以幕后黑手布局之恶劣，绝不只是加固封印这么简单，一定会有更大的反扑。这或许将关系着玄武世界的生死存亡。先应付独孤氏。好，斩尽独孤氏，再决战。独孤氏虽然危险，但不妨碍我先除掉你们这2个无耻的叛徒。燕少尊，赤兄，是否要入千金城一座？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因我本就是敌人，欠你的我会陆续还上。但有朝一日，我也会向你挑战。我燕灵秀，从不弱于人。撤！师兄，我们走。待封印异变结束，再战。真会给自己找借口。就他们4个，真的动手直接打死。你很嚣张啊！你我之间也该分个胜负了。明月武神可通达七彩真武境，太阳武神可通达神境，那么我这古今独一份的混元武神呢？也许我该去畅想神境中至高的境界。若如此的话，我的目光就不应该放在这百族之战，应该是星辰大海，诸天万界。想要放眼玄武世界之外，就需要绝对的实力。也许我该抽时间更深入挖掘一下这9天玄地诀的奥义，可能也会如妖巫谷的神道谷那般挖出更深的玄妙。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才是真爱呢？这2人满脑子都是对方，看上去打得激烈，实则一旦有事情，最关心的还是彼此。赢了，险胜。我故意压制了1成力量，让他觉得与我就差那么一点点。等他觉得能够打败我，再来挑战的时候，再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近墨者黑呀，你都被腹黑狐狸带坏了。这叫智取。那下次继续让他觉得你是险胜一招，不是更好？好像很有趣的样子。这谁在想本少尊？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杨晨这个奴才响彻天阳学院。